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美国现有房屋销量在4月意外下跌，因抵押贷款利率和房价上涨抑制了需求，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又一次挫折，销售额连续第2个月下降。尽管供应有所改善，让我们关注 BuzzFeed、BZFD 股票周三早盘一度飙升 83%。此前，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维维克·拉马斯瓦米披露了对这家陷入困境的媒体巨头的 7.7% 股权，并表示他将推动公司变革。接下来这条，亚马逊计划推出采用对话式 AI 技术的 Alexa 语音助手升级版，并计划收取每月订阅费以抵消技术成本。新服务不包含在亚马逊会员 Prime 服务中。亚马逊使用 Titan 大型语言模型，旨在提升 Alexa 的能力，并使其更接近 GPT-4o 等竞争对手 AI。让我们关注金属价格走势，因投机者炒作而与预期相反，交易行为更像股票。接下来这条，亚马逊股东否决了所有14项决议，包括要求公司披露更多碳排放信息、董事捐款和成立委员会监督人工智能开发等。下面这条，因欧盟调查中国电动汽车补贴和白宫对中国商品关税升级，中国政府威胁对欧盟和美国进口汽车加征报复性关税。下一条，联邦官员无视 Bankman-Fried 希望留在纽约协助上诉的请求，开始将其转移至新监狱。此前，他因盗取 FTX 客户80亿美元而被判处25年监禁。下面这条，苹果与微软的电脑大战再度火热。微软通过搭载专用神经处理单元和运行 AI 助理的 Copilot 加电脑，宣称拥有性能优势。微软表示，在 AI 方面落后的苹果处于劣势，而 Copilot 加将带来革命性的生产力提升。让我们关注，美联储官员承认通胀数据令人失望，但仍相信价格压力会逐步缓和。他们讨论了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，并认为当前货币政策收紧程度还不够。尽管市场曾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，但会议纪要发布后，美债收益率小幅上升，交易员对降息压注有所回落。下一条，美国股市周三下跌，因投资者等待人工智能巨头 NVIDIA 的关键收益报告，并消化美联储5月会议的纪要。该纪要显示，一些官员愿意在必要时加息。下一条，美联储官员在上次政策会议上表示，如果通胀数据继续令人失望，利率可能会长期保持较高水平。一些决策者讨论了在必要时加息的意愿。下一条，高盛首席执行官所罗门表示，他不认为美联储今年会降息，预计通胀将持续走高。他的言论与市场预期相反。尽管美国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劲，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以相同的方式经历增长或感受到通胀的影响。下面这条，英伟达第一季度财报超出预期，每股收益 6.12 美元，营收260亿美元，均有大幅增长。公司宣布10:1股票拆分和提高股息。数据中心收入占总收入 86%， 增长 427%。游戏业务收入为26亿美元。股票拆分将于6月7日生效，新股息将于6月28日支付。下面这条， Snowflake 超出预期发布本季度销售展望，受人工智能产品推动，产品收入预计达 8.05 至 8.10 亿美元，高于分析师预测的 7.875 亿美元。公司首席执行官 Ramon Svalmier 致力于通过投资人工智能产品来加速增长，对抗竞争对手。最后这条是，杜邦公司计划拆分为3家上市公司，加入了通过分拆为更小、更专注的业务以提高回报的工业企业名单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